你知道吗？有一本书都快100年了，到现在还在问我们大家同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搞不好是我们一辈子最难回答的。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一个小男孩的视角，一起来找找答案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？这不只是书名哦，它其实是直接向你丢出的一个挑战。所以你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动动脑了吗？欢迎来到阿冷的书房，我是你的阅读领航员阿冷。我的使命很简单，将晦涩难懂的个人理财、自我成长与效率提升等书籍拆解成你每天都能用的实战策略。好的，我们继续。好，要回答这么大的问题，我们得先找个人带路。来，让我们跟着这位15岁的少年走一趟。他的本名叫本田润一，不过呢，大家更喜欢叫他小哥白尼。他的故事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导览地图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好好认识一下我们的主角小哥白尼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孩啊？你看，这位就是小哥白尼，成绩超好，班上不是第一就第二。但他可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哦，他其实很皮，上课还会偷偷跟同学玩甲虫拔河，很有趣吧？他唯一的小烦恼可能就是觉得自己个子不够高。不过他身上最特别的还是小哥白尼这个绰号，这是他舅舅帮他取的。至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，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哦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绰号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，那是在百货公司的顶楼，一个让他看世界的方式从此完全不一样的瞬间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，你跟小哥白尼一样站在金字百货的7楼屋顶，外面还下着毛毛雨，往下看是东京车水马龙的街景，但就在那一瞬间，在小哥白尼的眼里，所有的汽车突然都变成了一只忙碌的小甲虫，整个世界好像突然变了个样子。当他看着眼前这片好像没有尽头的城市，他突然想到，哇，底下生活着成千上万他根本不认识的人。然后他就对身旁的舅舅说了这句话：人好像跟水分子一样。在那一刻，他突然懂了，自己不过就是这个巨大世界里一个超级微小的分子而已。他舅舅的回应真的非常高明，他把小哥白尼的这个想法比喻成一场思想上的大革命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以前的人都以为太阳星星是绕着地球转的，也就是所谓的偏动说。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常常不自觉地觉得全世界都该绕着自己转。可是小哥白尼那一刻的顿悟，就像哥白尼发现地动说一样，突然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只是广大世界中的一小部分。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思想突破，从此以后他舅舅就叫他小哥白尼了。好的，我们刚刚才从宇宙这么宏大的视角回来，现在镜头要拉回到我们都很熟悉的校园生活了。在这里一场因为炸豆皮引发的冲突，给了小哥白尼一堂超级复杂的人际关系课。这起事件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，是班上家境不太好的浦川同学。因为他每天的便当都只有炸豆皮，所以就被同学取了一个很难听的绰号，叫炸豆皮。浦川这个人个性比较内向，功课跟体育也都不怎么样，所以常常变成大家捉弄的对象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：首先，班上的小霸王山口当着全班的面大声嘲笑浦川。这时候，小哥白尼的好朋友北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就站起来大骂他。气氛瞬间变得很僵，北见气到直接一拳就挥了过去。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头，被欺负的浦川本人竟然哭着冲到他们中间，拜托北见去原谅那个霸凌他的人。这整件事让小哥白尼受到很大的冲击，他也开始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真正了不起的人啊？后来他舅舅在写给他的笔记本里给了一个答案，他说，真正的了不起并不是去死背那些课本上的道德教条，而是你发自内心地对这个世界有一些你了不起的想法，而且你还真的能够照着这些想法去生活。这股力量
不需是来自你真实的体验和感动才行。好，在经历过人际关系的震撼教育之后，小哥白尼的思考又跳到了另一个层次。这一次，他从一个我们根本不会注意的小小奶粉罐里，发现了一张连接全世界的巨大网络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天晚上他睡不着，突然想起了家里有个奶粉罐，是他还是小宝宝的时候留下来的纪念品。他舅舅之前不是跟他讲过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吗？他受到启发，就决定也来对这个奶粉罐做一场思想实验。如果我一直往前回溯，这个奶粉罐是怎么来的，会发现什么呢？于是他的思绪就开始了一趟奇妙的旅程，从澳洲的一头乳牛和照顾它的牧人开始，然后牛奶被送到工厂加工，再坐上卡车、货船，中间经过了好多人的手，最后才送到他家巷口那间药局。他这才吓了一跳，原来一罐小小的奶粉背后竟然是成千上万个陌生人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小哥白尼把他这个发现叫做人类分子的关系网状法则，听起来很酷吧？后来他舅舅才告诉他，其实经济学上有个专有名词，就叫做生产关系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为了活下去，在生产东西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就跟彼此产生了各种连结。你看，小哥白尼光靠自己思考，就摸到了社会科学的核心呢。好了，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。从百货公司的屋顶到教室里的冲突，再到半夜里的一个奶粉罐，小哥白尼这一趟思想之旅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？其实他的旅程带来了3个很核心的体悟。第一，在屋顶上，他学会了什么是视角，也就是我们都只是这个广大世界的一小部分。第二，在教室里，他学到了同理与勇气。当看到不对的事情，我们必须挺身而出。最后，透过奶粉罐，他理解了连结。原来，我们所有人都被一张看不见的大网紧紧地连在一起。不过，他舅舅在最后又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观点。他说，虽然我们是透过这种生产关系紧密地连结在一起，但是这种连结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人际关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比较像是一种功能上的连结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善意的关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虽然彼此依赖，但我们不见得真的关心彼此。所以你看，绕了一大圈，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。当你知道自己只是世界的一个小分子，却又同时和全世界的人紧密相连之后，这个问题现在就轮到你来回答了。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？这答案其实不在书里，而是在你接下来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里。喜欢今天的内容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喜欢，这个能帮助演算法把这份知识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。别忘了订阅阿冷的书房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每周都会带你读3本好书，陪你一起升级大脑。我是阿冷，我们下次见。